对唐交流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了解南北国时代新罗和渤海与唐朝进行的人力物力交流，理解通过文化交流形成的东亚文化圈的面貌。了解新罗及渤海的对唐交流，不是单方面的吸收文化，而是广泛的出现了文化交融，并将南北国时期的对中文化交流与三国时代相比较。《旧唐时新罗传》中有非常有趣的记录。宣宗认为派遣到外国的使臣的条件应该是名声很高的文学知识，并如此嘱咐前往新罗的人。新罗被称为君子之国，对书籍有很多了解，与中华相似，因为清的学士可以和他们一起进行讲论，所以选拔你为使者，并指示人物。到了新罗后，要明确地展示经典，告诉他们大唐帝国儒教的宏盛。旧唐书的记录显示了新罗与唐的文化较量的同时，也说明当时新罗人在汉文化方面具有卓越的素养。三张照片都一样是三彩陶器，但制作国都不一样。是以唐朝的三彩文化扩散到东亚，各国都进口并制作过。三彩的存在充分体现了东亚诸国文化的共享。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是指中国、韩国、日本以及越南4个国家，因为4国共享汉字、律令体制、儒教及佛教等文化，因此4国的文化被统称为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的确立与唐帝国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开放性和国际性的唐朝特征为基础，东亚国家密切交流，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本课时我们来看一下南北国时期新罗和渤海活跃的对唐交流的面貌和性质，以及由此形成的东亚的文化。通过本课时所涉及的2篇文章，思考一下通过对唐交流形成的新罗文化的国际性以及渤海文化的多样性。从新罗景德王推进的汉化政策中可以看出，新罗只是单方面接受了唐的文物，是错的。渤海文化除了唐文化的要素外，还包含高句丽要素、漠河要素、海洋文化要素，以多元性为特征。是对的。人的交流，新罗和渤海的渡唐留学生，新罗的渡唐留学生，物品交流，书籍的印录，佛像的流入和佛教艺术的共享，木板印刷术的引入和发展，渤海对中贸易和物品的流通，南北国时期对唐文化交流的新面貌，从单方面的文化吸收到双方的文化交流。这2句是为唐文人在唐活动后回国的新罗人告别的时候写的。唐朝身为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的大帝国，充满了外国人和外国的文物。外国学生被允许进入国学，通过兵工科基地成为唐朝廷的官员。据文献记载，以新罗留学生身份基地的有58个人。唐的新罗留学生一直维持在100到200个人。留学生一般规定以10年为限回国，但也有像金英群、崔致远一样考上兵工科后，在唐朝廷活动了10年到20年后回国的人物。渤海的留学生也随同前往唐朝的使臣团同行。唐为外国学生设立的兵工科是新罗人的单独的舞台。但840年以后，渤海人中出现了基地者，
如吴兆笃、高渊谷、吴光展等。留学生中值得关注的是苏魏学生。苏魏学生是指陈述于唐的书国中，王子等人被当作职职派遣到唐的都城长期滞留，并负责守卫工程的宫中守备军。他们被允许进入唐朝的国学的太学。他们作为工人的一种外交的使节，负责两国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中介业务。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作为在唐留学的僧侣留下其法号的新罗僧超过130个人。在《易经》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的和尚58个人中，新罗人有8名，占总数的1/7。另外，在《景德传灯录》记载的1600多名禅僧中，不是唐人有43名，其中42名是新罗人。都唐留学生向新罗引进了华严宗、密宗、禅宗等多种佛教的宗派。这张照片是在新罗王家寺院皇福寺寺塔内发现的舍利函。舍利外函的铭文上写着706年供奉无垢金刚大陀罗尼经一卷。这个经典是于704年在唐翻译的，在唐翻译不到2年就流通到了新罗。唐的书籍被迅速流通到新罗的情况，在703年已经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于704年便流传到新罗的实例中也可以看出。新罗和渤海的曹公使不仅带着汉译佛典，还带着中国的史书和礼书以及著名文人的文章回家，为本国文化的提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两尊佛像不仅姿势相似，感觉也相似。大家能推测出这2个佛像分别制作于哪个国家吗？右侧是7世纪末至8世纪初安置于中国龙门石窟肋骨台的佛像，左边是于8世纪中叶制作于新罗青州石窟庵的佛像。通过都唐留学生引入佛像，两国开始共享相同的样式。该木板印刷品是在青州佛国寺释迦塔中发现的无垢金刚大陀罗尼经，发现时破损严重，现已经进行了修复。该木板印品是8世纪初由新罗人制作的，是现存世界最古老的木板印刷品。新罗人引进了并消化了中国的木板印刷术，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渤海的对中贸易主要在辽东半岛或鸭绿江口渡航到山东半岛，并以此为起点与唐朝进行。特别是8世纪后期，高句丽人以李正吉家族掌握知州、青州、登州等地。构筑大藩镇势力后，渤海在登州频繁展开对唐的贸易。当时渤海产的明麻得到了交易。渤海主要向唐出口各种工艺品和高级毛坯类、药材等林产品，而从唐朝进口各种丝织品和银工艺品等。但是渤海对唐的草工品中有金银佛像，可见佛教艺术品传入过唐。南北国时代的对中文化交流出现了与三国时代不同的局面。三国时期，韩国人是通过草工册封体系，单方面的吸收汉文学、儒学、佛教、律令制、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中国文化。南北国时代的人则接受并消化了中国文化，然后反向输出给中国。其代表性的实例如下：第一，都唐留学生崔致远在唐及第兵功科后担任官员，
寅在黄巢之乱发生的时候写下了《西黄巢文》，而名闻大噪。他编撰的《桂圆笔耕》有名到在《新唐书》中也被提及。都唐留学生们的活跃，如元策和申方等参与了宣讲法事的一场，为佛经的汉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罗王室出身的元策为唯识学者，他的部分著作被翻译成藏语，流传到了丝绸之路地区。新罗王家出身的金乔觉成为安徽省九华山的开山宗师，死后被尊为地藏菩萨的化身。入唐的新罗留学生们还前往西域进行了救法旅行，会找顺利印度的佛教圣地，并著有游记《往五天竺国传》。这幅画为13世纪初绘的元宵大师真人的临摹本，原作被收藏在日本京都高山寺。元宵的肖像画为什么会供奉在日本的寺庙呢？元宵放弃了去中国留学，在新罗广泛涉猎了引进的佛教经典，写有100多部、240卷的著述，其中大乘起信论述、金刚三昧经论、师门合正论等流入唐和日本等地，对东亚佛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四，技术和艺术品的出口。据汉中两国文献记载，新罗景德王送给唐代宗万佛山，万佛山是用五色毛制品、生檀木和玉制成的一张有玉的假山。代宗把人们叫到宫中参观万佛山，见过的人说，新罗的技巧是天上的造化，不是人的才能。该记录很好地体现了新罗人的艺术或技术实力，令唐朝廷和官员惊叹不已，甚至被记录到唐代笔记小说中。7世纪后半叶，唐和新罗还有8世纪上半叶，唐和渤海有着紧张的关系，但从8世纪中后期开始，东亚世界相对稳定，三国开展了相对和平的交流。派到唐的使臣的数量多到三国时期所无法比拟，民间交易也非常活跃。随着人力物力交流的活跃，文化交流也越来越丰富。新罗和渤海已经达到了向唐和日本出口文化的程度，特别是作为东亚文化强国，新罗的崛起尤为突出。